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这一次的白宫峰会，这张照片震撼了全球。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欧洲的最大咖加上乌克兰，竟然会齐聚白宫之内。外媒怎么形容？他说这一次的会面其实非常的仓促，但这一些大咖们他们不远千里，甚至把所有事情都排开，他们一定要来到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川普竟然把这一场会面搞得跟一场商战一样。等到时乌俄战停歇之后，这个乌克兰的重建商机，他们根本没有吃到份，所以不远千里一定要到来。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很难想象，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过去他是一个军装进到了白宫，结果被骂到了臭头，但这一次他完全改头换面，他穿上了西装，被人家形容什么？他根本就像是一个 sales， 他当 sales 当得非常的称职，不仅拿出给川普夫人的信，甚至还带来了川普最喜欢的礼物，而这个礼物谁给的？就是他后面的这些欧洲的大咖们给的。他直接承诺了，他说现在他要跟美国买1000亿美元的军武，这已经让川普非常爽了。之后他再加码500亿，让美国进入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链内。天哪，你能想到一件事情吗？川普竟然只是因为这个会面，竟然就赚了4.5兆的台币，而在赚完这个钱之后，他竟然还让川普竟然还直接收割了起来。他在会议的最后，竟然还打给了普丁，最后敲定了3方的会谈。而在这一次，大家都笑容满面的离开，只有一个人愁眉苦脸，这个人就是中国，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因为他这一次完全就是一个局外人，他压根都没有参与。这代表一件事情，从乌俄的停战到乌俄之后开始的重建期，这块大饼完全都跟中国没有关系，完全都没有习近平的份。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稍后还有林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们这样，今天的这个会面我吓呆了，川普真能玩，真会玩，不是讨论乌克兰的事情吗？结果被他搞到跟商战一样。没错，一个会面，我刚刚讲太神奇了，一个会面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竟然就让他赚了4.5兆的台币。对，没错。事实上，川普呢，他的想法里面都是 money money money， 只要你能让美国赚钱，什么都好谈。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这一次的泽伦斯基呢，带着这个7个欧洲的领袖来到这个美国第2次见面。这次的会议跟上次完全不一样。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你看这张照片，你看大家里面，这个是川普，这是泽伦斯基，你看他们2个多开心啊，对不对？那你看连这个吕特啦、德国总理梅尔茨啊，还有这个意大利总理，他们看他们2个很开心的样子，都觉得很开心。那你看，包括这几个人，你看这个冯德莱也是很开心，大家宾主尽欢呐。那为什么这一次的气氛跟上次完全不一样呢？我们就跟他讲，上一次呢，川普说什么？泽伦斯基说 ：“You have no car， 你没有牌啊。”对。那这一次呢，泽伦斯基不但带了牌来，他还带了 money 来。所以呢，你看这几个金主站在后面嘛，他就说什么啊？我们呢这一次呢，为了要换取美国的这个安全承诺，我们呢乌克兰会买美国军购1000亿美金。川普听到爽死了。当然了，1000亿，但是1000亿不是乌克兰出，1000亿是欧洲的其他大咖出，都是这些金主爸爸妈妈们出。这些 Daddy 妈咪来了，好，他说给你1000亿。另外第2个，我们呢乌克兰目前无人机很厉害。那我们跟美国要整并在一起，那这个产生的商机呢，约莫有500亿，所以呢，大概有1500亿的这个大礼包送给川普。那川普当然开心死了，所以川普在这个跟他们会谈的过程里面，想说，这个行李爱走起来啊，爱走起来，那他急到什么程度？这边谈生意都谈好了，问题还有另外一边要谈成啊，赶快跑出去打电话给普丁啊，说，他们都快谈成，你不要破坏我的这个生意啊，所以就敲定了所谓的3方会谈，或者说先要由泽伦斯基跟这个普丁见一次面，完全都敲定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这样。FT 中文网说什么？乌克兰向川普呢提出1000亿美金的军售，交以换取安全的这个状况嘛，还有加上这个无人机的500亿，所以一共是1500亿。难怪川普笑得开心的要死。当然了，他很开心。所以呢，事实上这一次川普真的是做尽了主人。我们就讲接到大单，当然要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画面嘛。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画面里面，那当然有人非常的失望，那谁失望？当然是中国非常失望嘛。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这个我们要对比之前的2月跟对比这一次的这个8月见面。你看2月见面的时候，你看当时的川普跟这个泽伦斯基，我们只要看他们两个的表情，你看他们两个表情眉头深锁，然后泽伦斯基这边这样一副在斥责的样子，然后后来不是大家吵起来？你看这时候范斯不是他先开火吗？对，范斯也是相当的生气。你看这样子的手势，这都不是很好的手势。那另外川普就是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了。然后你看泽伦斯基还双手抱在肩，这个气氛你一看就知道是剑拔弩张的。他今天来白宫来吵架的。对，那当时川普把他修理了一顿嘛，把他赶走了嘛。好，那这是当时2月的气氛。可是你看到时间转到今天，你会觉得这个画风丕变。为什么画风丕变？你看这是川普开心的要死。不是这个笑容，这个跟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1500亿。那你看泽伦斯基也是啊，泽伦斯基也是非常开心的。你看你也非常开心。你看这种双手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安心的画面，跟你双手抱在肩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你看这个范斯也是一样，在那边笑啊。你看跟范斯，你看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然后甚至你看这中间还放了一个这个飞机，这飞机是卡达送给这个美国的飞机，还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连卡达都送飞机给我，那你们大家都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这是个做生意的场合嘛。对，你看不然我跟你讲，不然照理说你应该放个军机嘛，代表军事嘛，代表国家。没有这个做生意放一台这个商用飞机的这个地方，然后大家谈得非常开心，1500亿美金。这时候我相信川普心里面也在想，这请我也的实在对我美国政府相当补了一个状况，他当然非常的开心的一个局面嘛。这一次画面真的是吓坏人，每个人笑容非常多，而且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川普如此对待泽伦斯基。之前我们才刚看到他是怎么骂他，结果这一次是川普自己出来迎接泽伦斯基下车。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我就讲嘛，泽伦斯基已经不是这个空手道，他有1500亿的这个订单已经来了。所以看这次川普对他不一样。你看泽伦斯基的这个坐车来到了白宫面前，他站在白宫面前然后引领他进去。那进去的时候，你看他们在那边进去的时候，他还握手啊，两个人非常的交情，非常好的这个感觉啊。然后这样，然后后来这个各大领袖还先拍了一张照片。你看他这边迎接他，对，你看，川普大统领上次是让泽伦斯基自己走进去，这一次是这样，他在门口接他，他还摸他的肩膀，我妈鸡呢？对啊，你这个订单实在太好，先来拍一张照片，那这样哈，然后两个又进去，相当的热络的一个状况，甚至照那他们两个还有一幕走进去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先在那边讲的时候，后来因为川普比较高大嘛，对，他还勾肩搭背这样进去啊，他一个好妈鸡这样进去，这样进去白宫，你看就这样子，他感情这么好。好，那我们必须说了，这次泽伦斯基也是做足了准备，他知道不能够再搞砸了。所以这次第一个，我们先从服装来看，他上次是穿的这个战装，对不对？好，所以很多美国人就说，你是要来见我们美国总统，你怎么穿的这么不尊重？很多美国共和党批他，他这次知道了，不行。他穿了西装，你看穿的非常正式，因为他知道这一次是要来谈生意的，而且他的态度完全变很多。他这一次一直谢谢，对，他每个小细节都让川普觉得你不一样了。对，他这次讲了11次的谢谢，跟上一次的范式说，你有从头到尾有说一次谢谢吗？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次把谢谢摆到台面上，谢谢这样一个状况。那当然除了这个泽伦斯基自己放低态度之外，然后谢谢挂在嘴巴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我刚才不是讲嘛，有大咖站在后面，谁呢？马克宏还有很多欧洲的领导都来了嘛，而且这一次的马克宏也知道说，不要惹怒川普，所以呢，马克宏还陪着泽伦斯基去参观什么呢？参观这个川普最爱的 Chamber Room， 什么 room 呢？你看里面，这有各式各样的帽子，帽子是什么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然后川普做的每件事是对的啦，然后还有 4 more years 一个状况，他拿了这个 4 more years 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看我还想再当4年，可是美国宪法可能不允许啊。然后这边看，你看他们两个就乖乖的在那边，所以所有人都在看川普，一个人说，你看我做的多么好。就是因为我做那么好，我再干个4年没问题的。对啊，所以呢，大家都在配合他嘛，就是说让川普老大开心就好了嘛。对，所以我就说敲定了两笔嘛，就是一个除了军购之外，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合作，1500亿入袋之后，对川普来说当然很开心。好，那我们讲除了川普很开心之外，我就讲这整个画面，你会注意到一点，根本就是川普呢决定所有的事情，你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决定。为什么这样讲？你看。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话，先这个泽伦斯基已经进去了之后，后来欧洲领导人也陆续抵达，那抵达之后呢，他们就进到这个白宫东厅里面去进行会议嘛。那进行会议就开始这边讲这个任何的话，这样讲说，我们要拿多少钱啊？就开始在进入实质的会谈。那实质的会谈，我就讲到后来不是敲定吗？
1500亿的订单来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川普说：“丘总，慢点，等一下，我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所以你们现在呢，先在这边稍后的一下。”那当然，欧洲领导人也是一脸懵然，说要干什么？他说：“我要打个电话给普丁。”然后就跑掉了。人都傻眼。对，然后他就谈到一半，你就冲出去外面，然后他要打给普丁的。对，然后他就从东厅跑出来，然后这些领导人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跑出来之后，他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你看椭圆形办公室，这是卢比欧，然后他们就开始打个电话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普丁的这个情形，然后他就说，他原本是说我事后会打电话给普丁，但他想说不行，现在这个气氛，我们讲1500亿呢？为什么？因为商战最重要就是我要把那个当场搞定嘛，要搞定，所以他马上就出去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事后就说，当我们结束这次会议之后，他正在等我的电话。那这出现什么？他就制定这个议程嘛，也就是说，事实上我说了算，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所以你就知道摸着川普的毛就是这样，你要给他大订单。然后完全顺着他的议程，然后让他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画面。好，不过呢，我们就讲，这都是表面上这个1500亿来说的话，当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还是不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泽伦斯基呢跟这个川普在这个会谈的欧洲在会谈的时候，他们有提供一张照片。那这个照片是什么？你看这照片，这照片目前为止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被这个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领土就是这些都是乌克兰的领土哦。这些都是乌克兰领土这乌克兰领土，然后被俄罗斯占领的，就是这个被标出来是红色的这个部分。对，然后它上面来说的话，各州这里面分这个一个小块的各州，然后上面有一个比例，就是说我目前俄罗斯占领多少比例？譬如说，你看赫尔松是73%，然后扎波罗热占了73%，然后顿内茨克大概是70几%，然后这个卢甘斯克是90几%，还有克里米亚就是100%，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个位数的数字，它把它标出来。那这个照片来说，就是要标给这个乌克兰看，就是说，你看你现在被占领了这么多土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川普要跟乌克兰来谈领土的相关的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展示了这个，然后呢，泽伦斯基就说：“谢谢你啦，谢谢你 ，Thank you for the map. By the way， 那泽伦斯基 said good， 就是这样，他就说谢谢你的这个照片，这个影片。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就说 good map， 它是一个好地图哈。”然后这个泽伦斯基就说 ，I think now how to make it back，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让他回来。然后川普就说 ，We will get you one， 这样子就这样说。好，他们说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他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提供一个好地图，对。但是泽伦斯基说，我想要把这些土地都拿回来，但是川普就说应该是不可能，但是我会给你另外一个地图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言下之意来说的话，这个泽伦斯基应该是同意了有领土交换，或者说领土妥协的这个部分，所以不会，所以因为这样子才会有川普去打那通电话嘛，就是他已经有一些承诺，但是那些承诺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所以才有川普这个去谈话，而且才有敲定。我跟他讲，你泽伦斯基没有退让的时候呢，普丁是不会跟你见面的，也因为这样才会有敲定所谓3方会谈，甚至泽伦斯基要跟普丁单一会谈的可能性嘛。所以那就是川普为什么这个deal能够deal下来，就看起来5棒啊嘛，这快要赚到手了嘛。好，那我就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话，我就说他们要的就是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这几个地方，然后但是有些区域可以交换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我就讲现在大家着眼的是什么？着眼的是未来的重建商机。重建商机是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讲吗？乌克兰跟美国不是签了一个矿产协议吗？那这个矿产协议里面来说，我们跟他讲，这里面来说的话，有这个天然气，绿色是天然气，然后这个油墨是橘色，就是这个稀土，还有矿一大堆，这些都是准备要开采的啊。问题是现在为止来说，美国跟乌克兰签的这个协定，问题是没办法开采，现在还在战争中啊。但是你要结束战争，所以我赵和为什么为什么川普很开心？除了这个1500亿之外，还有未来的开采商机对，这个商机来说，当时美国是说预估有好几兆未来长期的商机他开心死了。但是我就讲，但是有一个国家这次就被排除在外，哪个国家？就中国。你看，当时北京说什么？我们中国愿意，如果假设真的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愿意参与乌克兰未来的重建工作，这样一个状况表态了嘛？可是问题是，你看。事实上，这个之前的这个贝森特跟乌克兰签这个协定的时候，他有说过一件事，他说中国不能什么都想要，川普要求乌克兰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这个北京参与重建，还有参与任何战争利益。所以昨天那一张照片，今天的这一场会谈里面，对。
中国完全 out， 对，中国完全出局了，是包括从停战，包括从战后的重建，对，都没你中国的事，就是中国这件事不关你的事，哦，就这件事来说，你看欧洲的8大领导，还有川普本身，还有普丁，我们就能敲定这件事，没有你这个中国的份，连同停战跟重建都没有你中国的份，这就是非常摆明的这个给你的这个状况。好，那我讲，事实上不是只有川普等着这个嗷嗷待哺啊，你看，事实上你看，这是什么？这个 Bloomberg 报道过了，美国银行要卡位重建商机，他们已经开始，花旗银行已经开始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去融资，未来要重建的，我们都开始借你钱的一个状况。那甚至连俄罗斯也是一样，俄罗斯他也想要重建，俄罗斯也是苦哈哈嘛。那这是什么？这俄罗斯就之前秀出一个影片说，你看我们占领的乌东地区来说，已经开始进行了重建，所以他们也是在重建的一个状况。你看乌克兰要重建，然后俄罗斯也要重建乌东，这个部分来说，商机就可能有上千亿以上。那所以我就讲嘛，你看我们昨天不是说到吗？普丁这一次到阿拉斯加见面的时候，他不是派军事人员呢，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然后这个涉外事务这个乌沙科夫，国防部长是经济学家啊，财政部长啊，还有主权基金呢，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管钱的、啊，都跟钱有关的，都是要钱。我就讲，普丁他似乎是知道川普要钱嘛，泽伦斯基也知道川普要钱，所以我就跟他讲。至少目前为止，泽伦斯基跟普丁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也想要发财。那这个就是跟川普的目标一致。所以领土的事情我们再来谈嘛，反正之后再说。但是只要有发大财这个前提之下，大家就有可能会站上谈判桌。慧珍，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一件事情哦，泽伦斯基跟我们以前看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西装笔挺之外，他完全说的话都是川普想要听的。他给的都是川普想要的，甚至那一封信出来之后，哇，川普笑得跟什么一样。而且除了泽伦斯基，他就跟 Sales 一样之外，欧洲各个国家的头，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会哄川普开心。所以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泽伦斯基上次来是以乌克兰的总统身份来，所以跟川普谈得不开心，对不对？但是这一次，泽伦斯基心里面有准备，什么准备？回复他的老本业。什么演员？It's show time， 就是演戏嘛，就是在川普前面就是演戏给他看嘛。记不记得上次 Johnson， 也就是英国前首相，他来台湾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怎么跟川普这个人打交道？很简单 ，give him a succ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赢。就跟他谈条件，干什么毛顺着他毛摸，就让他赢。所以这一次泽伦斯基来。就充分发挥他当了这么多年演员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就让川普开心。不管你要我干嘛，我就让你开心。我上次来没有穿西装哇塞嘞！我现在穿着漂漂亮亮的西装，哇，马上就开启友谊的桥梁。所以这次有人帮他统计啊，泽伦斯基不仅在服装上穿着正装出现，还说了11次的谢谢。连他旁边之前，你不要小看那个记者，那个记者是非常非常挺川普的记者，所以上次那个记者也是直接刁他说你现在穿的这么随便来，那这一次。泽伦斯基没有，他就说，我也这么说，他今天穿西装真的超级好看。然后呢，这个泽伦斯基也是说我记得你呀，因为上次他提问题，他说我记得你呀，非常谢谢你呀，我衣服换了，但是你没换哦，还是有点在反讽回去没有。可是看到旁边的川普，你看川普那笑的样子像什么？好像是一个爷爷对着一个孙子，终于有听他的话，然后改进的那种感觉，非常骄傲的感觉。那再来，你看这个打完了这个牌之后，另外一个牌什么夫人牌？还会打夫人牌？什么叫夫人牌？记不记得就是梅兰妮这个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她有给一封信给普丁。现在换泽伦斯基。他说因为我太太就是知道第一夫人有这一封信所以我的妻子这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我也写了一封信啊，他也写了一封信啊，然后要给你太太，有没有？就直接哇，这夫人牌打得好啊！就等于是代表着就是我不仅对你的太太的一个敬意之外，甚至也把2位太太的一个相关的对话浮在这一个舞台上。那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梅兰妮真的也不是一般人你看她给她的这一封信里面，当然就是对普丁这样的硬汉，有时候要以柔克刚。她老公也是一个硬汉，两个强人事实上有时候是不好。他不喝恭维他不喝。现在这个梅兰妮亚，她的
出手，就什么用一封信，你知道梅兰妮亚整封信里面，哎，我跟你讲，他最厉害一件事是什么？他就跟你提到，他说哦，亲爱的普丁先生啊，他说现在已经是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你可以让我们刚刚提到给孩子一个安全的一个未来，让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在平安中醒来，这样子的一个梦想你只要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所以代表着哇，普丁现在全世界大家都仰望着你，而你是有能力可以化解僵局的人，所以我觉得梅兰妮亚同样也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希望普丁可以停下。所以不管是梅兰妮亚，或者是现在讲的乌克兰啊，还有这个包括泽伦斯基率领的7+1也是欧盟这个各大巨头。其实都是一场政治大秀，而政治大秀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川普出面，然后告诉普丁，所有一切应该要停下来。哎，你看这个虽然说是7个领袖，但说一句实在话，每一个人都表示同样的意思，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欧洲很大咖的人，结果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川普听了哇龙心大悦。你看到这是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说。我们举行一场极佳的北约峰会，我们达成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我们要与各位共同推动为乌克兰实现持久的和平。甚至呢，你看到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说，我认为今天将被视为近年来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场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至今无人能将其推到这个阶段。因此，我要感谢您，感谢谁？川普当然是川普啊，听得多开心啊！哎呀，每一个人不管讲什么话，到最后都是谢谢川普，谢谢川普。哎，我觉得那个芬兰的总统史塔布他也很敢讲，他说我认为过去2个礼拜我们在结束这场战争所争取的进展，比过去3年半还要来得多。2个礼拜比3年半还要多。哇，这个给川普戴的高帽子戴的有够高啊，真的是比那个之前的那个拜登要高啊。意思就是说，拜登都没有做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川普在你看这个厉不厉害，就是非常厉害。再来还有包括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我真心感谢你，美国总统，亲爱的川普啊。正如我之前所讲的，你透过开启对话的方式，打破了跟普丁总统的僵局。从那时候起，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比一个还敢讲，而一个比一个还要对川普来谄媚。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白宫峰会中，大家都是笑的，连川普他都笑，范斯他也笑，其他国家也都在笑。但有一个画面让我觉得好奇怪，什么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你满脸的臭脸，你看到这个画面，他很认真听川普讲话，这其中一幕而已哦。其他画面他脸臭的跟什么一样？对，马克宏，你知道这个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先跑去哪里？他跑去跟普丁见面，不是吗？对。那时候在长桌子上面来讲的话，他在那边坐了4个多小时，在听普丁训话。他本来是要去劝普丁不要去打乌克兰，结果后来来讲的话，反而被普丁训话，结果一事无成。回来之后呢，结果后来这几年当中，他不是又去跟中国交好吗？对。然后再来，现在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来讲没他的份。为什么是没他的份？因为强者就是川普，他自己在主导啊。你法国作为一个欧洲的大国、北约的国家、重要国家之一，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当然脸非常臭啊。那这当中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有挺川派的，也就是说长期早就跟川普关系非常好的，比如说这3位。这3位来讲的话，被称为叫做川普的耳语者。对，第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总理这个梅洛尼。对，这个梅洛尼你知道吗？他很有趣大家都被认为是他跟川普非常好。那虽然是个女性没有错，但是他其实还蛮崇拜川普。你知道德国总理在旁边那边讲一些废话，你知道吗？讲什么废话？讲说这个不行啊，这个我们基本上要先停火，再来谈协议啊。你不能边谈协议的时候就还在打仗当中或者是讲说你应该谈成一个和平协议之后才做后续的安排。然后他翻白眼了，翻白眼呐！你知道他为什么翻白眼？那听你这些老男人在那边嘴，对不对？你到底能不能你们讲的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落实？那所以你看到他基本上直接呈现出来，这不是跟高嘉瑜一样的那个翻白眼吗？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代表说欧洲那些老男人没用。你知道吗？没用，那你这个只会打嘴炮你这些来讲，川普人家现在要处理这个事情，你们还在旁边嘴来嘴去，对不对？好了，这另外一个呢，你知道上一次我们讲的跟川普有打小白球的经验，对不对？
这一位呢，史塔布，他关系非常好，很会打哎，你知道吗？在这个会议过程当中呢，其实有麦没有关，结果被记者听到什么东西？他们私底下在聊，私底下聊的时候，这个梅洛尼就有在称赞这个川普的时候，就说，哎，这个史塔布啊，你跟这个川普的这个打小白球打得非常好啊，川普很赞赏你。那这个什么史塔布也说，其实川普也打得不错，反正双方那边恭维来恭维去，你知道吗？所以代表说双方是偶像的啊。那就在讲这个另外一个吕特，就叫川普爸爸的这一位啊，叫川普爸爸吕特，这个基本上在现场也是恭维他说，哎，我们很感谢你啊，你川普总统，美国总统，亲爱的唐纳德，正如我之前所讲的，你透过开启对话，基本上打破了跟普京总统的僵局，从那个时候起来，我们才能够走到这一步。哎，没有你就不行啦，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整场这3个人讲话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挺川的啊。其他的，比如说马克宏啊，比如说德国肖兹啊，那他们呢，基本上都心里还有英国也是。你看英国现在，我在观察一件事情你知道2024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泽伦斯基应该要他们乌克兰要竞选总统。再次去竞选总统，但是因为打仗没办法，所以他现在一直戒严，90天一直延，90天一直延。最近的90天会到2025年10月5号。今天泽伦斯基在白宫的时候有被问到说，如果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如果是停止了，有达成这样的停火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乌克兰就可以立即举行选举？是的，没有错，可能接下来的话，乌克兰会有一场选举。那问题是谁来选嘛？泽伦斯基要连任吗？然后另外一位竞争对手，那现在就是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对，如果说是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假如日内出来选的话，不好意思他是强硬派的，到时候来讲的话，这个战争可能说不定还延续下去。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川普，他把泽伦斯基拱在旁边，为什么？今天泽伦斯基以后如果继续担任乌克兰总统的话，第一个听美国的话，对，那可以让美国所运用。所以这一场这个峰会来讲的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欧洲国家力挺泽伦斯基，但是各怀鬼胎。但是现在来讲这些所有的各怀鬼胎，一个一个当然被川普所各个攻破。那川普为什么中间还打电话去跟这个普丁在瞧？你不知道有点像砍高啊那种概念有没有？这种感觉来讲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全世界的事物都由我川普来主导。那唯一呢，现场没出现的就是习近平，唯一没有被打电话就是习近平。所以现在来讲，中国虽然作为5个常任理事国，不好意思，没你的事，因为你自己也没办法安排自己的国家的这个经济，也没办法安排国际秩序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